谁呀？进来。来，拿过来。好了，你。哎呀，双儿啊，怎么能让你伺候呢？让佣人们来呀。这佣人啊，终归是佣人，但您是我的亲人，这是我做儿媳妇应该尽的本分。来，先漱漱口。披上件衣服，小心着凉了。这老人早上起床啊，最忌着凉，应该等身上有些活力以后再下床为好。双儿啊，少武娶了你，真是娘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。娘别这么说，虽然我是少武的媳妇儿，过门的时间也不长，但您以后啊，只当多养了个女儿。我早上熬了一个桂圆羹，您尝尝。双儿啊，你想的可真周到。少武他爹身子骨不济时，我就是这般伺候他的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却什么都懂。以前在书本上学到一些知识，但是没有机会实践。这不，今天就在您身上实践了。哎呀，真好啊！现在连伺候人的本事书本上都能学到，不像我一辈子大字不识，是个正眼瞎。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吗？是时代不一样了。这时代让你这么好的姑娘跟少武结合到了一起，还把个磐石堡打理得有声有色，可比老爷子在世时有生气多了。娘，您快别夸我了，您放心，以后会更好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娘现在就看到了，心满意足了。那个双儿啊，你少武可对你说了没有？说了，是玉环姑娘的事儿吧？啊，这么快就说了？您不知道，我跟少武曾经起过誓，以后无论什么事，绝不欺瞒对方。好，好，好，这誓起得好。那个，既然少武都跟你说了，娘也就不用再多费口舌了。论理儿呢，少武应该高兴才是，倒是媳妇儿是道坎儿。男人一生多几个女人侍奉着，是地位，是威仪，还多子多孙。娘倒是顾及委屈了你。哎呀，可玉环特殊啊！哎，谁知少武这小孽障竟抢先发了难，死活不从。娘知道，他是因为爱你。双儿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娘，您把您想说的都说出来吧。那个，双儿啊，娘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少武的病根子在你手里呢，娘希望你帮娘说句话，少武会答应的，啊。我的态度跟少武一样，这种事情不可以。双儿，这就是你对娘的答复。是，娘说的对，这样的事情儿媳妇是道坎儿。儿媳的态度也许比儿子的态度更让人重视。双儿啊，设身处地的说，玉环落到今天这一步，也是因为你。可是，这最终还是少武自己的选择。娘，
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就更不应该委屈玉环了。玉环这么年轻漂亮，她应该有更独立、更美好的生活，而不是做一个附属品，当一个没有名分的人。这样对她，不是更不公平吗？说的那么难听了，什么附属没名分呢？她跟你一样，也深深的爱着少武。她又不是什么买来的童养媳或者贫苦人家的女儿做妾，怎么就不能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呢？娘，您看您呢？您刚才还说呢，为这个时代的进步而感到高兴，为自己没有赶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感到遗憾。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提倡一夫一妻了，也提倡女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、名分和生活。我看，哼，怪不得少武说你是个什么红学生妹，道理一套套的。你那个时代是山外的事儿，我堡主大宅的时代是男人纳妾天经地义，多子多孙壮大门楣，还光耀祖业。更何况玉环那是亲上加亲，是个求都难求来的二房。双儿啊，你婆婆我是深感人丁不忘的苦楚和危机。论我堡主大宅的时代，你这个做媳妇儿的需遵从和帮助我这个婆婆对家族的责任，也全当是对玉环的补偿吧。娘，要不这个事情您再好好想想。这要是强行这么做下去，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怎么，你也在威胁我？不是，您千万不要误会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小两口是一路货色，你走吧，我不要你伺候。我就说吧，游说无果，还让老太太教训一顿。但也不能认同这样的荒唐事儿。荒唐，哼！到了磐石堡就是正经，比如说包办婚姻，逼着我纳妾。这就是磐石堡的法则。你个书呆子，别一天到晚吃饱了混天黑的啊！现在是危难时刻，快出条良策。少爷，慌慌张张的，出啥子事了吗？少武，你别吓着杜鹃了。杜鹃，别怕，有什么话你就慢慢说。那个老表姨啊，不是老夫人跟秦表姨正在张罗，还有武姨娘。张罗什么呀？张罗明晚拜堂的事儿。拜堂？是少爷跟玉环小姐的。霸王硬上弓，逼我就范。少武，你先别急，听杜鹃把话说完。杜鹃，是老夫人让你来通报少堡主的吗？不是，是我自己来报信儿的。少奶奶，你可千万别让他们知道呀！少奶奶，你自己来报信儿，为什么？我不想让少奶奶你受伤害。杜鹃，谢谢你。你放心，我们都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谢谢少奶奶，谢谢少奶奶。好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得道多助，双儿，你大得人心呐。一个小丫鬟尚能如此，何况我堂堂堡主？我决定了，爱打地打地，绝不拜堂成亲。谁要是敢强迫我，就拿出堡主的权力。少武，这可不是个办法。我这不是保护你，怕你受委屈吗？少武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你要这么做了，不是把娘她老人家往绝路上逼吗？是啊，少武，自从你打败了遮半天，当了堡主以后，稳重多了。这事儿啊，一定要想周全了。你个书呆子，就会说风凉话。你在水缸里，
老子在火上烤。要不你去拜堂成亲，我倒乐意给你做个逼相，我还能在门口听听房呢。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俩都别争了。哎，我问你们俩，你们救我当天，就是我假入洞房之夜，你们是怎么避免闹洞房的？你出的主意，你说。那天呀，原本想假借闹土匪，全盘是跑戒严，闹不成洞房，可没曾想到了当口，土匪真的在洪江镇打了起来。那明晚在拜堂当口，我们也能如法炮制一回。少武，你是堡主，你领兵守寨，这可是天大的事儿。让他们拜不成堂？当然了，这也不是最终的目的，因为今天拜不成，还可以明天拜，总不能天天都闹土匪吧？绕来绕去的，这不是白说吗？我最关键的一句，你们都没听明白，在拜堂当口闹土匪。少爷来了，认表吗？认。少爷，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！送你了，认准了啊！今天晚上拜堂的时间是8点整，你们要带着弟兄们，在这个钟点上闹出动静来，闹得人心惶惶。是，少堡主。记住了，8点整，早晚都不行。你要跑到喜堂上报警啊！早了，成不了事实。他们还会安排时间拜堂，那这出戏就白唱了。晚了更要命，本少爷一旦跪下去，奶奶的就真成真的了。笑什么笑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可不是儿戏，谁要是耽误了少爷的大事，从我开始都得受罚。拜托弟兄们啊，家母为难，迫不得已让你们见笑了。少保主效命。去吧，少爷，那我们走了。走。哎呀，真是滑天下之大吉呀！少武，这少保主、少夫人殚精竭虑训练的自卫队精兵强将，没有用在战场上，却用在了抗婚上。而假想敌是老夫人，这出戏不错呀！啊，嘿嘿，就会说狗屁话。你的任务也很光荣哦。说，在喜堂上看着闹剧收场，日后给老子做个证，我秦少武一辈子就结过1次婚，夫人是柳双儿。明白。走吧。把这花挂整齐了给我啊，两边对称。这边低了，哎啊，把它挂上去。行，夫人您放心吧。这个花再往上提一点。好嘞。都小心点手里的东西啊。杜鹃，看看少奶奶去。是，老夫人。嗯。哎，那边人手底下都轻着点啊。花儿，娘真舍不得你。娘，看把你美的！来来来，哎呀，娘把这给你带上。看花儿这俏模样，连娘看着都眼馋。哎呀，进了洞房啊！还不迷死少武这花花太岁！娘，看你说的，表哥可是个稳重的人。稳重，男人啊，都是一个样。哎呀，不过啊，娘算是服了你大姨的手段，迅雷不及掩耳。少武这小孽障啊，不得不乖乖就范。今夜拜过堂啊，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堡主大宅的二少奶奶啦！
我儿年少英俊，仪表堂堂。哎呀，不带花了。新婚大喜，岂有不带红花的道理啊？这算什么新婚啊？我都结过婚。你心里有气是吧？这都大喜的当口了，你还想惹娘不开心呢？好。娘知道对不住双儿，可是少武啊，这男人纳妾是祖制礼法，这由不得做媳妇儿的。娘当初年轻的时候啊，你爹也是一房一房的讨，娘的一颗心。您都麻木了吧？所以您把您受的痛苦，都转到了双儿头上。等过了今夜，娘亲自去解释，以后我会加倍疼她这个大媳妇儿的。娘始终相信没看走眼，双儿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。娘，您怎么还不明白？这不是通不通情、打不打理的事儿。跟您说不通。好，我带上还不行？进来。你有事儿吗，杜鹃？老夫人让我来陪着少奶奶。少奶奶，你是不是难过了？没有，杜鹃，以后你就别叫我少奶奶了。不叫少奶奶，那叫什么呢？来，坐下，坐下，没事儿。现在没有外人，我让你坐你就坐。以后啊，就叫姐姐。啊，不行，少奶奶，可不敢，可不敢，这坏了礼法是要受惩罚的。你先坐下。坐下，别害怕。如果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是我吩咐你的，这样就没有人敢罚你了。嗯，那我听姐姐的。恭贺少保主大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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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奶奶可不好了呢。你看，现在有了奶奶，以后就会有二奶奶、三奶奶，还会冒出更多个奶奶。那会让姐姐总会像今天晚上这样不开心的。杜鹃，其实我让你叫我姐姐，是为了让我们更亲密一些。但是你刚才的那个想法，也让我觉得很贴心。就是。其实奶奶多了有什么好的呀？我们伺候都伺候不过来，要是再赶上像武姨娘那样，老娘我老娘我的，把我们下人累死了。姐姐，我们下面的人都有议论呢。议论什么呀？说凭着姐姐的威风和性子，绝对不容许今天晚上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是姐姐善良，心疼老夫人，怕她一时想不开。他们真的是这么说的？嗯，真的是这么说的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我们都是下人，不避讳的。我的心思，总算是有人明白了。姐姐，你什么心思啊？你接着往下看。今日我儿大婚，有几句话我要说在头里。
依宗祠礼法，除正房以外，所有的妻妾姨娘不得大肆操办，祖制不可违，但也不能委屈了玉环姑娘。所以呀，排场虽少了些，但喜堂的礼仪和热闹是少不得的。大姐，这已经很像回事了。比起当年我们这些姨娘嫁进大宅伺候老堡主那会儿，可气派多了。五妹说的是。大姐，什么排场不排场的，本来就是亲戚，进了喜堂啊，更亲。亲家母说话呀，就是体解，让人开心。时辰到，鸣炮。新人拜堂喽！拜堂拜堂，日吉时良，天地相配，姊妹成双，传宗接代，后世不忘。光宗耀祖，五世齐昌，拜！五儿啊，都行拜堂礼了，你怎么还不跪下？即使是耽误不得的。不能跪。跪下就成真的了。秦大栓这个土财神，有我终生啊！磐石堡里的人听着，我们是折半天的队伍。枪声，哪来的枪声啊？哎呀，你洗晕了头啊！这分明是喜炮声。不，娘，你听清楚了，真是枪声。你们都听见了吗？是不是有枪声？是枪声啊！真有枪声，听见了吗？是不是枪声？是，明明是枪声嘛！城堡主，啊，土匪攻进山寨了。何方土匪？应该是折半天。少武，折半天神出鬼没，万万不能大意呀！这还了得！大栓，集合卫队，随我抗敌。是。哎，少武，你是小祖宗，你给我回来！娘，哎呀，这都行拜堂里了，你稍稍耽搁一会儿，等拜完了堂，你再去抗敌呀。您糊涂了，土匪攻寨呀，父老乡亲们命悬一线，我是堡主，有保护全堡的责任，这不能耽误啊！你们慢慢拜啊，我得赶快走。大栓，快走！是。我们是折半天的队伍，快点进门，上去。我们大当家折半天发话了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此次出兵就是为了要踏平磐石堡这个万恶的黑色营盘。这帮兔崽子借机发挥骂我来，老子平时待他们不薄。少爷，一帮子后生娃口无遮拦，就想完成好任务。传令，开门，杀出去！少爷，这刚逃出喜堂，又何必钻到林子里找罪受呢？听令吧你！我要逃得越远越好，省得他们把我拉回去再拜堂成亲。今天晚上就当是自卫队夜间演习了。是，堡主英明。
老夫人，老夫人，问清楚了，快说，怎么回事？回老夫人的话，果然是这半天来西寨，来势还不小，同上次一样，口口声声要向堡主大宅报仇呢。这个冤家，那少堡主呢？老夫人，您就放心吧，咱磐石堡的自卫队在少堡主的教导下，早非他日可比。少堡主更是勇猛，这不已经开关阴战杀出了关外，还发誓要取了这半天的项上人头呢。我儿如此威风，这就好。大姐，可是这拜堂还作数吗？怎么能不作数呢？我堡主大宅的喜堂岂能是儿戏呀？说散伙就散伙，接着拜。那少武呢？少武保寨抗敌是大事，玉环的终身大事也不能耽搁了。管事的，夫人您吩咐。传遍大宅的每个人，从明天起，一律称呼玉环姑娘为二少奶奶。新人拜堂喽！一拜天地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姐姐还是少堡主唯一的妻子，姐姐这下安全了。可是，却苦了玉环姑娘。哎，姐姐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要怪呢，就怪老夫人太固执了，怪磐石堡礼法不好。姐姐，你可是没看见，老爷那几房姨太太天天争得你死我活的，可结果呢？结果还是一样的悲惨。姐姐一个人来到磐石堡，无依无靠的，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你和少堡主的爱情。来，坐。杜鹃真是聪明，知道是磐石堡的礼法和老夫人的固执害了玉环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不仅仅是磐石堡的礼法不好，也不仅仅是一个秦玉环，在外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。秦玉环只是一个缩影。缩影，姐姐，什么是缩影啊？缩影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可以通过秦玉环看到很多跟她一样不幸的女人。哦，姐姐，你懂得可真多啊！大川，赶紧回去，不许走开！欢迎保寨抗敌的英雄凯旋归来。你蛰伏在敌后也不简单啊！稍后再向我通报敌情。大川，今天晚上参加行动的兄弟，每人赏一块大洋，明天放假一天。是。贵儿子们呢，有了酒钱，还有了喝酒的时间。哎，告诉贵儿子们，谁要敢走漏了风声，让我娘知道了，本少爷啊，赏人痛快，罚人可更痛快。放心吧，少堡主，自卫队早就被您和夫人调教的像支正规军了，岂能不知道军规军令的分量？去吧，少堡主早些。哎，说，拜堂已成事实，但是你没有跪也没有拜，就是为日后找到了解脱的由头。这个双儿用心良苦啊，不早不晚，在行拜堂礼的时候闹土匪，我还不能不走，让我娘跟这些老顽固们说不出话来。按照老理儿，新人一旦进入喜堂，就不能拜第二次。我以后也不用拜堂了。对呀，你没有行拜堂礼，就是你实际上不承认这桩婚姻。为了避免你跟你母亲的矛盾冲突，也免得他老人家被逼出个三长两短来，这恐怕是双儿能够想到的最好的结局。可是少武，喜堂是事实存在的，大宅也有了名义上的二奶奶，双儿委屈了。唉，以后这麻烦事还多着呢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呀？好了，你啊，赶紧回房间去，双儿会告诉你的。去吧。玉环啊，玉环，你真可怜，夫人的时运却成了妾的命，苦练表哥一场，
却落了个二房的下场。没吃到羊肉，还惹了一身膻，还背了一个纳妾的罪名。双儿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！日后怎么打算？解决这个事情，只有拖和缓。拖和缓。这拖和缓，是解决很多危机的重要手段。缓过一时的尖锐，缓出解脱困难的契机。小鸡蛋鬼，这么棘手的问题，一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简单。只是这样，对玉环残忍了一些。顾不上这么多了，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你们因为我纳妾，急了当逃兵，我已经受高下了。秀才的卦象，俺们墙上山呢，那就是个煞星。没错，真他娘的晦气！你没看那鬼魅的气，已经全然不把老大放在眼里。听说他和老大的新婚夜，差点没把老大按在黑风潭里给淹死，活他老大的该。往后啊，他更不好受。哼！哎，老伯，鬼魅气焰也好。老大差点被淹死也好，好歹咱们不能眼看着老大被迷昏了头，坐视不理啊！好歹咱们三个当家的，那也不是吃素的，对吧？老五啊，这黑风洞里就属你心眼最多，你给哥哥们出个主意，两个哥哥都听你的。对，你快想个办法。哼，他抬举麻哥。那是为了扶植亲信死党，让麻哥听命于他，是想让咱们变成聋子瞎子受他摆布。更甚的是，如今江湖道，人、枪，便是草头王的本钱，这点儿，明眼人谁看不出来？往后黑风洞的弟兄们，要是都效仿马九，成了他的亲信死党，真到了咱们兄弟同鬼魅掰不开的那一天，就会有许多的人站在他那一边，同我们兄弟作对。这个鬼魅真他娘的狠呐！煞星啊！来，老五，你说了这许多的酒话，却没说出个可行的办法。打马九贵儿子开刀。站住！三位当家的有什么吩咐？马九，事儿办了吗？事儿？哦，办了，刚向夫人禀报过。马九，你个老东西的，整天就是夫人的，他给你灌啥迷魂汤啊？武当家是问你，去保安团举报潘石堡少堡主的新夫人柳双儿是红军女兵的事儿，办得咋样了？哎，保安团不是有你熟人吗？这个损招，还是你支着呢。三位当家的，夫人不是有言在先吗？这事儿谁也不许插手，更不能给保安团做鹰犬，便宜黑狗的龟儿子们。拿住！你小子果然把鬼魅的话当成圣旨，
却把老大同潘氏宝的深仇大恨抛到脑后，活腻了啊！三位当家的别误会，小的我听命于夫人的，这是三位当家的当面认同的，这山规律令，小的不敢不从啊！谁说老子认同啊？我真，哎呦，哎呦，当家的，各位当家的，哎呀，快轻点，哎呀，快轻点，哎呦，各位当家的，兄弟，我到底错在哪儿了？错在哪儿了？错在你小子拿着棒槌当真，忘了黑风洞这一亩三分地儿，到底谁说了算？这个王八蛋，我让你吃里扒外！哎呀！出事了！怎么了，马当子？姐姐，三当家、四当家和五当家的把麻哥揍了一顿，现在麻哥全身都是伤。他们还说，以后谁要是再听甄姐姐的，那下场就是麻哥的下场。麻哥现在在哪儿？他下山了。送我下山。是。夫人，夫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你当时为什么不返回黑风洞，把这个情况告诉我？夫人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黑风洞当家的毒打弟兄，那是常事儿啊。那你挨了这顿打，你就长了记性，你就甘当他们杀一儆百的样板。夫人，别误会，我马九对您是忠心的。伙计，连夜送你们掌柜的上山。是，夫人。明天早上咱们黑风洞见。夫人，马九，明早在黑风洞，我不希望你再是个软骨头。走吧，马凳子。夫人。老三，老四，老五，这件事情真如夫人所说吗？长锁，我已经让马九上山了，就在洞外等着。马凳子，叫他上来。是。老大，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你个老五竟敢反问我！老大，即使真有这事儿，你能为了一个喽啰为难结拜的弟兄吗？放屁！结拜也不能违反山规律令。为了一个女人的山规律令吗？哎，各位当家的，息怒息怒。凡事事出有因，等马九说明了情况再议也不迟啊。老大，走走走。马九见过各位当家的和夫人。马九，我问你，你这身伤是怎么落下的？马九，你可要说心里话。老大最恨说假话的人。回答当家的话，小的昨日向夫人报告完山下情况后，在返回洪江镇途中，因疏忽大意，不小心跌进了山涧。算小的造化大，小的挣扎起来后，见并无大碍，便没有返回黑风洞，自顾回磐石镇客栈了。好啊，马九，没什么事就好啊。
好，来，马九，起来。好啊，没什么事了，回客栈去吧，好好养伤。这位当家的，还有夫人都很器重你。暮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爱，还有热爱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